今天给大家唠唠杨凤啊，这个武将牛逼了，这可能就是今年首杀设计最好的武将了。今年首杀整体的设计讲道理比去年好一点，年度优秀武将有好几个首杀的备选项，你不像去年嘛，那硬掰也就能掰出来个裴秀，掰个借权从。就这年度10佳，我也不是很想选首杀的武将。那今年啊，讲道理首杀一个武将，我是必选的。对，就是这个杨凤啊，拥有三无杀最有韵味的使命技设计。那了解这个武将，首先咱得了解杨凤这个人的背景。杨凤这个人最早是农民起义白波军的将军，这个白波军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余部的一支，由黄巾起义残党郭泰发起。但这个白波军啊没蹦跶多久，杨凤、胡才、李乐啊这几个首领就带着兵投降东汉了。杨凤投降之后，先是投奔李傕啊，然后又跳槽到郭汜那儿。在这个时间点，杨凤参与了一件大事啊，有了一个使命，也就是护送汉献帝东归。当时这个汉献帝刘协啊，怀念旧京洛阳了，就想跑了，派人向李傕请求啊，就你那边能不能放我东归啊？前后派人派了10趟，李傕才准许。那准许咱就走呗。结果这趟行程没走一半，李傕、郭汜这俩逼就反悔了。李傕率兵来追，郭汜中途捣乱。杨凤说这不行啊，我不能轻易的把汉献帝再交回去了。既然选择了护送东归这趟旅程，哪怕这趟行程是血途，我也要陪汉献帝把它走完。于是杨凤就带兵与郭汜军打了起来啊，幸亏是打赢了，击败了叛军，斩首5000级，郭汜直接败逃南山。那这也是技能名血途的由来啊。杨凤的人生还是很波折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汉献帝失去权力，杨凤也没法再待他身边了。后续呢，杨凤在徐州、扬州一带抄掠倭寇，先后依附袁术、吕布。有一次在吕布的授意下，前往抢掠刘备军的军资，但是结果很不理想，军资没抢到，还把自己命搭了进去。杨凤直接就被刘备诱杀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东汉末年这几个阵营啊，杨凤也算是都舔了个遍。也不亏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个雷劲的。我们看技能啊，杨凤是一个4血2技能的武将。一技能血途，这个技能分为3个等级啊，1级、2级、3级。我们先看1级的转换技，出来技能限一次，阳，你可以另一名角色恢复一点体力；阴，你可以另一名角色摸2张牌。1级血途很简单直白，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辅助技能，给名角色要么让他回血，要么让他摸牌。这个时候东归行程还没出现什么端倪，风平浪静啊。但是咱都知道，好景不长，马上郭汜就要反水了。我们看2技能微命、锁定技、使命技。出来技能开始时，你记录1名未被记录过的其他角色，若你杀死1名未被记录过的角色，使命成功，你升级血途为2级。接着啊，如果你在成功达成使命前，1名被记录过的角色死亡，你升级血途为3级，视为使命失败。使命技这个东西啊，咱可以理解成一种特殊的觉醒技，你有可能使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不管成功或失败，你都有对应的使命结局。微命这个技能啊，出来阶段开始，你杨凤就要选择一个你需要保护的目标啊，你之前没记录过、没选过的角色都可以选，选的这个角色咱就可以理解成杨凤保护的汉献帝。你微命给一个角色记录上，你选择保护他，那他这个记录之后就不会再消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杨凤在游戏中保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啊，一轮多一个，担子会越来越重。而其他没被你选择过的角色，那就是你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广义上的游戏对局的敌人啊，你可以把这些人理解成李傕、郭汜。那接下来就出现使命结局的分支了。如果你在行程中干掉了一个未被记录过的角色，干掉了一个李郭，你就使命成功了，你的血途会变为2级血途。我们看2级血途，出来阶段各选一次，你可以选择一项：1另一名角色恢复1点体力；2另一名角色摸2张牌。2级血途就不是阴阳转换技了啊，出来阶段直接就能各用1次。使命成功后的血途拥有了更强的饱和能力、个人能力，既能给你流血摸牌，又能给你回血。我杨凤就是你最值得信任的护卫啊，那这是使命成功的路线。如果你使命失败，你在击杀李郭前啊，上来保护的角色被干死了，你的血途就变成3级血途了。转换技出来阶段限一次，阳，你可以回复1点体力，并令1名其他角色弃置2张牌；阴，你可以摸1张牌，并对1名其他角色造成1点伤害。这3级血途很明显啊，攻击性强了很多。我也不管你什么其他角色了，我杨凤就自己回血，然后直接拆别人牌
或者是自己摸牌打别人伤害。是的我杨凤黑化了。既然我没有保护住献帝，大汉气数将尽，那我杨凤也没有必要继续当一个理想主义者了，我道心破碎了呀。乱世有乱世的活法，这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我杨凤要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了，使命失败，呈现了杨凤后半段沦为贼寇的人生。用设计师原话说，就是血屠一词的意思转变成了杨凤一路烧杀掠夺，用无辜生命的血屠杀出来的一条路。技能的功能性也从辅助变成了强力输出。而杨凤呢，也是众多拥有使命技的武将中为数不多使命失败后在一定程度上比使命成功更强的武将。你成功了之后，你杨凤也就奶人发牌能力不太全面。但是黑化之后的杨凤直接化身杀神了，单挑猛的一逼每2回合就有2滴血量差加3张牌差，而且能打强中，恐怖至极杨凤这个将的发挥在排位斗地主都还行，它不算阴间但能玩杨凤使命技的方向，你也不用太刻意的去操纵，你刻意的去使命失败也行，反正无论成功或失败，杨凤都有强度。在设计方面，杨凤也是一个契合度很高的武将，技能在极大程度上还原了角色的人生经历，使命技的成功和失败更是表现了杨凤本人的人生抉择。游戏性方面也不差，一个将能玩出来2个将的感觉2套技能组2种方向。另外技能描述也很清晰，不像手刹其他那些什么若为什么持衡技这种狗屎描述。虽然使命技这玩意儿本身技能机制不算简单，甚至说有点绕，但是杨凤的使命技它给你的表达是非常直白清晰的，一下就能让人 get 到点没有一点阅读门槛很厉害。这是一个扎实但又不失韵味的设计。天子仪仗在此，逆贼安扰圣驾，不遵皇命，是同倡乱之贼。徐阳粮草甚多，众将随我前往。所过之处，力速不留。